你知道漫威电影在这10多年里是如何演变过来的吗？就拿钢铁侠来说，从马克1代到马克85，再到复联4最后这一句 Iron Man， 托尼·斯塔克承载了多少人的青春？就连超级士兵美队也从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到最后满头白发的老头，甚至拥有长生不老的雷神，最后还是同样逃不过变成啤酒肚大叔。那么话说回来，在这3个阶段里，漫威宇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了找出原因，我最近又重新回顾了一遍电影，现在就来跟大家一一分析。咱们先从第1阶段开始，时间回到2008年，在钢铁侠1中，托尼当众公开了自己的身份，这也使得特工尼克·弗瑞带着复仇者联盟的倡议接近他。6个月后，托尼被传唤到国会辩论，主要原因是他私自建造盔甲。为了公开这项技术，托尼求助于竞争对手哈默。在罗德上校交付原型钢铁侠套装后，哈默和科学家安东万科将他们无限复制，成为了一支无人机军队。而托尼这边还拥有了一位私人助理黑寡妇。等罗德得到战争机器盔甲后，他和托尼联手击败了万科和哈默。与此同时，在阿斯加德也有精彩的事情发生。洛基又到索尔违背奥丁的命令对抗冰霜巨人，结果奥丁把他放逐于地球，并把锤子附上咒语扔向了新墨西哥州。一群当地人试图用皮卡车把锤子拉出来，但最终索尔证明了自己，重新获得锤子后，并阻止了洛基在阿斯加德发动的政变。2011年，坠毁的9头蛇飞机在北极被发现，解冻的美国队长意识到自己身处21世纪，无依无靠，最终同意了复仇者联盟合作。不过说实话，尼克·弗瑞的每次出现都是那么及时。2012年，在阿斯加德政变失败以后，洛基被灭霸征召，并给了一支庞大的军队，要去地球收回宇宙立方。其实当时洛基显然处于情绪之中，所以才会答应灭霸。最终在纽约展开了大战，复仇者首次以团队形式聚集在一起。结局我们也知道，洛基被绿巨人吊打的场面简直难以忘记。从此，弱小的神这个帽子是摘不掉了。但纽约之战造成的破坏性极强，重建工作主要由新成立的部门负责，他们拿到了利润丰厚的合同，让拥有先进技术的建筑工头图姆斯气愤不已，也就是之后出现在蜘蛛侠电影中的秃鹫。好了，第1阶段就此结束，接着漫威电影开启了第2阶段。原来在漫威电影第2阶段还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。时间回到2013年，自纽约大战以来，托尼·斯塔克为前所未有的焦虑症所困扰，他疯狂投入钢铁侠升级版的研发，但身体却承受不住这样的折腾。而且基利安博士也在同一时间回归，他一直在测试玛雅·汉森的再生绝境治疗法，这种疗法会导致实验者有爆炸的倾向。为了掩盖他的行动，基利安创造了一个名为满大人的虚构恐怖组织，还聘请了一位长相十分符合的人作为老大。在托尼和罗德上校揭开真相后，阻止了基利安的阴谋。此外，9大世界相互融合，雷神女友简·福斯特感染以太粒子，最终他联合洛基打败黑暗精灵，但不料洛基炸死，把奥丁藏在纽约的一个养老院里，然后自己坐上王位统治阿斯加德，并在接下来的2年里上演了广受好评的戏剧。2014年，9头蛇潜入并占领美国长达数10年的阴谋，终于被美队和黑寡妇发现。Before we get started, does anyone want to get out?阴谋被曝光后，导致神盾局在内的3艘航空母舰互相攻击，使得地面上的人和事物造成巨大的破坏，这也让复仇者联盟失去了组织和支持。有了这个提醒，托尼·斯塔克和布鲁斯·班纳创造了一种有助于保护世界的人工智能。不幸的是，他们把这个计划搞砸了，开发了一个名为奥创的灭绝机器人，最终摧毁了整个索科维亚。于是托尼和班纳再次决定创造一个机器人，他们用灵魂宝石和人工智能贾维斯制作了一个更强的机器人，名为幻视。在复联2接下来的战斗中，绿巨人劫持了一架喷气飞机并冲向太空，最后降落在了萨卡星。此外，绯红女巫和快银也加入了复仇者，但很不幸，快银还没来得及耍帅就牺牲了。其实主要是因为迪士尼和福克斯的版权问题。而另一边，索科维亚的毁灭也杀死了泽莫的家人，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用来复仇。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，星爵在太空中偷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球体，但他并不知道里面有无限宝石，这也让寻找了10多年宝石的罗南和灭霸盯上。随后罗南派卡魔拉跟踪星爵，结果遇到了德拉克斯，他是一个实打实的战士，还碰上了火箭，他是一只太空浣熊，经过痛苦的实验后拥有了人类的智慧。最后就是来自花神巨象族的格鲁特，他们在监狱互相认识，并共同有了拯救银河系的决心。5人越狱后，在一场舞会中击败罗南，通过友谊之力成功取回无限宝石，最终将其交给新星军团。此后不久，灭霸就攻击了新星，并且拿到了宝石。2015年，一名叫斯特克的电气工程师出狱后，偶然发现了汉克皮姆的战衣，在汉克及其女儿霍普的指导下，斯特克成为了第2代蚁人，并阻止了皮姆粒子落入邪恶军火商的手中。就在同一时间，一个名叫彼得·帕克的孩子被一只放射性蜘蛛咬伤，之后通过蜘蛛侠这个角色来展示他的超能力，但最终还是未能拯救本书。果然，每个版本都要牺牲本书，蜘蛛侠才能变成英雄。好了，第2阶段就此结束，接着漫威电影开启了第3阶段。
你知道漫威电影在第3阶段都发生了哪些精彩故事吗？现在就来跟大家一一分析。时间回到2016年，泽莫男爵开始了复仇计划，因为在复联2摧毁了整个索科维亚，所以政府认为有必要控制复仇者的超能力和行动。当时美队坚决反对这件事，但钢铁侠却觉得可以考虑。接着泽莫又揭露巴基才是杀死托尼父母的人。听到这件事后，钢铁侠和美队之间的隔阂又进一步加深了。最后泽莫还控制巴基，暗杀了瓦坎达国王特查卡。这一切的后果导致复仇者联盟解散，共分成钢铁侠和美队2派。与此同时，斯特兰奇博士因车祸再也拿不起手术刀，于是他开始寻求古一法师帮助。在古一死后，成为了至尊魔法师，而且还通过无赖的方式阻止黑暗维度的多玛姆入侵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银河护卫队遇上了 Ego， 他操控星爵帮助自己征服银河系，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。2017年，在复仇者联盟缺席的情况下，托尼开始指导彼得·帕克。作为蜘蛛侠，彼得第一次尝试对付反派秃鹫，但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是自己女朋友的父亲，最终义无反顾地把他击败后，两人的恋情也就这样无疾而终。此外，托尼·斯塔克向小辣椒提出了求婚。时间线回到阿斯加德这边，索尔在不同领域寻找无限宝石2年后，回去当场就揭穿了洛基的欺骗行为。当两兄弟找到真正的奥丁时，他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，而奥丁的死让海拉逃脱了数千年的囚禁。他摧毁了雷神之锤，将两兄弟炸入太空，并接管了阿斯加德。索尔最终来到了萨卡尔，在那里他遇见了绿巨人和女武神，随后带领他们重新回到阿斯加德，通过索尔特尔彻底摧毁了海拉的计划。Oh, stop! Just for once in your life, don't smash! Big monster! 接着故事线来到瓦坎达，因特查拉的统治受到了他表弟埃里克的挑战。埃里克当时还和一名黑商合作，但不得不说，在漫威电影确实有很多黑心军火商。埃里克为了赢得瓦坎达人的青睐，最终背叛了黑商，并且他还打败了特查拉，接管了政权。不过还没潇洒一会儿，就被特查拉重新推翻了。I never yielded! As you can see, I am not dead! 与此同时，经过6年的等待，灭霸决定亲自寻找无限宝石。结果我们也知道，他杀死了洛基，几乎消灭了所有幸存的阿斯加德人。等袭击地球后，复仇者们又不得不重新聚在一起。尽管在2条战线上作战，太空中有一支小队，地球上为主力军，但灭霸还是收集了宝石，打上响指后，杀死了宇宙中1半的生命。当尼克弗瑞化为灰尘时，他使用了紧急呼叫机，提醒鲸队地球需要帮助。1个月后，鲸队和幸存的复仇者在太空追踪灭霸，不过却发现他已经摧毁了无限宝石。索尔虽然斩杀了灭霸，但失去的东西比想象的要多。奇怪的是，所有的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发生在蚁人身上，因为灭霸打上响指时，他当时被困在量子领域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巧合。在这5年期间，英雄们以各种不健康的方式来处理失去数万亿条生命的创伤。然而蚁人这边最终在一只老鼠的帮助下从量子领域逃脱了。对于他来说，在那里只过去了几个小时。斯科特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点燃了希望。 Time travel! 钢铁侠和绿巨人二话不说，直接开始动手。通过时空穿梭，英雄们回到了从前，收集了那个时代的无限宝石，以及大约在2013年的雷神之锤。他们还无意中将2014年的灭霸带到了2023年。在复仇者开始攻击之前，绿巨人使用纳米无限手套，让每个人都起死回生，就跟在复联4看到的一样，几乎整个漫威宇宙的英雄都参加了这场战斗。最后一击由钢铁侠造成。不过自己也因此牺牲。等托尼葬礼结束后，美队进入了时空穿梭，与过去的卡特度过了一段充实的生活。最后再次以老人的身份回到了2023年，他将盾牌给了猎鹰，并任命为新的美国队长。以上就是漫威电影第1阶段到第3阶段。讲到这里，我不得不再说一句话：漫威能把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全部拼接在一起，背后的团队确实厉害。此生无悔入漫威，这真不是说说而已。好了，视频也快接近尾声，你对我这个看法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希望能收到你的反馈。有想看的系列也可以说关注我，下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。